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8月28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6集的词汇。好，那么来看我的直播课，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课之后多多的留言你可以把老师说过的句子再打一遍，多多的练习。那么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老师的直播课，你可以成为我的 YouTube 会员支持我。那么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钱就可以支持老师的工作。好，那么今天要学习比较难的词汇，请你们跟我念一遍。多方面，多方面，多媒体，多媒体。好，这两个词汇并不是这么常用，不过因为它是在 HSK 第6集里面，所以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下这两个词汇的意思。好，我看到裴静、林子、Alexander、宋平、Hardwin， 欢迎你们，还有佩霞。好，我们来看一下多方面。什么叫多方面呢？就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angle， 从不同的方向 direction， 从不同的层面 level aspect 或领域 field。好，意思就是我们从不同的什么叫不同的角度呢？就是你从不同的观点来观察一件事情。好，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比如说堕胎好了，堕胎，那么我们应该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堕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多方面的来讨论 discuss this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或者是学习中文有很多方法，我们应该要多方面的来看看别人怎么学习中文，我们去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多方面是从不同的角度、方向、层面或领域来 observe 观察一件事情然后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不同的想法好，Hello Jesse Gaming and Development， 欢迎艾云，还有蓝墨跟雅玲、春娇、慧君，好，欢迎你们。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句子。老师希望我们能多方面思考问题。好，老师希望你们去思考问题要从不同的角度，不要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应该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有不同的想法，然后呢要多多的讨论，你才能够得到最多的启发，对不对？所以多方面在这里呢，我们当做副词，多方面当做副词，后面我们会接一个动词多方面。好的，这样的老师比较好，对不对？有些老师只教你标准答案，但是有的老师会希望你主动去思考，然后有的老师会希望你们多多讨论，交换彼此的意见。我觉得这样的老师才是好的老师。有的老师只告诉你一个标准答案，那么你可能只会去背标准答案，你忘了怎么思考所以你们应该要找一个老师是能够教你怎么多方面的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好，那么多方面，老师我还是不太会用，这里教各位同学一些语法点。多方面当做副词，你可以加一个从多方面，然后呢后面加上一个动词你也可以说从不同的方面，从各个方面，其实这3个表达都是同一个意思，你可以说从多方面，从不同的方面，
从各个方面，甚至你可以用角度 angle 这个字，从不同的角度，从各个角度也可以哦。好，所以方面你也可以用角度这个词汇。我们看一下题目，我们应该一个人了解多方面，不能只凭第一印象。好，这里有一个比较难的字叫凭，比较像英文的 rely on。You cannot just rely on your first impression。不能只凭第一印象，你要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不可以因为你第一次看到他就爱上他，或者就讨厌他。我们要去深入的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一个人，对不对？好，宋平很快哦。我们应该多方面了解一个人，不能只凭第一印象。非常好，这句话可能是爸爸会跟女儿说的，对不对？你看这个照片，爸爸会跟女儿说：“女儿啊，女儿，我们应该多方面了解一个人，不能只凭第一印象。你不要第一眼看到他喜欢他就爱上了他，你要多多了解他，知道他的个性，知道他的优缺点，多多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人啊。”好，裴静、Hardwin 都答对了。我们应该多方面了解一个人，不能只凭第一印象。好 ，OK， 有没有觉得这个词有点难哦？那你也可以用这个词哦，从不同的方面，我们应该从不同的方面了解一个人，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了解一个人。好，都可以哦。当然，从多方面更简单、更好用啊。我们来看下一题，多方面呢还可以当做形容词，那么我们会加个的，后面再加上一个名词，多方面的后面加名词哦。好，我们来做题目，关于这次的谋杀案，什么叫谋杀案？谋杀就是 murder 就是某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杀掉了。谋杀通常是一个犯罪，好，你们帮我打一下好不好？谋杀是犯罪行为 crime， 你们会不会犯罪这个词？案就是 case， 谋杀案就是 murder case。好，警方 the police， 警方多方面的正在进行调查 investigation。好，调查一般可以是警察去调查一件事情，可以是科学家去调查一个自然的现象investigate。你也可以是公司去调查他的对手的产品吧，都可以。对，犯罪非常好。对，谋杀是一种犯罪啊。蓝墨问说，你不能总是甩锅给别人，你应该多方面，好，多方面去思考原因你应该多方面去思考原因。好，蓝墨多方面先说，再讲动词因为多方面是个副词，你应该去多方面思考事情的原因可能这个句子会比较好一点好，很多同学都有答案了。关于这次的谋杀案，警方正在进行多方面的调查，非常好，多方面的这里是个形容词，好，调查 investigation， 答对了，非常好。表示这个警察在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呢，他会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次的谋杀案，进而可以破案。你们知道什么叫破案吗？就是把这个谋杀案谁犯了这个罪，为什么犯了这个罪都知道了，警方就破案了，可以把这个歹徒绳之以法。哇，好多新的词，对不对？破案、绳之以法这些词都是很常用，而且比较难的词汇绳之以法。好，什么叫破案呢？就是 solve the crime。OK， 所以各位同学，
这些词汇你们可能平常没有学习过，但是是我们母语者常用的。如果警察多方面的去调查这个案件，最后就可以破案 ，solve this crime。OK， 他可以找出谁犯罪了，他可以找出原因，好，最后可以把这个歹徒，这个 murderer， 这个谋杀，这个犯下谋杀案的人绳之以法，就是可以把他抓起来，送去法院，或者是送去监牢。OK， 绳之以法，很棒的一个成语哦。好的，好，这些词汇呢，其实在 HSK 6级里面，其实你们就应该要会了。你们要多多的去看新闻，多多的去看报纸。那么这些词汇你会发现，哇，常常到耶啊。绳之以法的意思就是 arrested，not really。绳之以法就是你知道歹徒或凶手是谁了之后，你可以把他抓起来，送到法院去，用法律的途径来处置他。这个叫绳之以法，特别强调是用法律的途径。OK，you arrested by law。OK， 好，我们再往下看。好，城市多方面的这个进步，不只是在经济上。好，这题我觉得有一点难哦。好，但是特别注意，当你看到这个的，反正啊，多方面就是一个形容词，后面我们会加上一个名词哦。好，persecuted，我查一下是不是？我问 Google 好了 ，Google 会告诉我这个绳之以法的英文是什么，比较快。绳之以法 ，bring someone to justice according to the law。OK， 好，这边 Google 已经给我答案啊，我这里不能够 send message。好，这个艾云我念给你听哦。绳之以法的意思是 to bring someone to justice, to punish according to the law。OK， 好，所以绳之以法特别强调通过法律的途径啊。OK， 好，这个城市多方面的进步，不只是在经济上，答对了。好，那这个城市它慢慢的变得比较现代化，可能交通很方便，工作机会变多了，它进步了。但是它的进步呢，不只是在经济上，可能这个城市的文化、休闲活动，或者是工作机会。工作机会算是经济啊，可能文化、娱乐、旅游等等，哇，都在进步。它的进步不只在经济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旅游、文化、历史、科技等等都在进步 ，making progress， 进步。OK， 好 ，OK， 新加坡，这个是新加坡吗？我忘记我那时候找这张照片的时候，好像是找吉隆坡，我不太确定，还是马尼拉，我不太确定，我忘了啊。这个课件好久以前做的啊。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在繁荣发展，都在繁荣发展。好，广告时间，请帮老师点赞、订阅。分享，每个月$2，一杯咖啡钱可以支持老师的工作。现在老师的会员越来越少了，好，没关系，其实你们来上课啊，老师就很开心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词汇叫多媒体。好，讲到多媒体这个词汇呢，它的意思就是利用文字、声音、图像、动画等多种方式来呈现 represent， 它可能用什么方式来呈现 represent， 可以用文字，像 PowerPoint Word， 这些都是。声音用 audio 比如用 MP3 图像用照片的方式或者是用图画的方式。动画可能用卡通
或动画来呈现出来。那我们讲到多媒体呢，像很多老师上课，他喜欢用多媒体的方式来上课，什么意思呢？这些老师上课会利用声音、图像、动画、文字等等来教你们中文。那这个老师就使用多媒体的方式来教学所以多媒体这里老师也给你们一张照片多媒体通常会有一些设备 equipment， 设备是帮我打一下。通常你会使用很多设备来帮助你，可能是教学或者是开会，有人会用多媒体的设备去开会。所以这里什么叫多媒体的设备呢？比如说电视、电脑，还有呢相机、数位相机，甚至用游戏，还有动画、PowerPoint、投影，对不对？这些都算是多媒体这个 projector 就是投影机，大陆不晓得是不是叫投影机，台湾叫投影机我忘记大陆好像不叫投影机。好，所以可能你们在开会的时候，或者你们有些同学是中文老师，你在上课的时候，特别在教室上课在教室上课的时候，你会用多媒体的设备上课。开会的时候，你会用多媒体的设备开会好，媒体公司可能像电视台或者是广告公司都可以叫媒体公司多媒体并不是媒体公司的意思林子不是，媒体公司是指可能广告公司或电视台这些公司，或可能出版杂志的公司是媒体公司那多媒体呢，通常指的是用这些方式来呈现的一种可能你是开会吧，或者你在教室上课会用到多媒体好，现在很多学校都有多媒体设备有人成为我的会员，雅正吗？哎呀，雅正好久不见了好，老师好久没有看到雅正好，那么什么叫设备呢？这个词汇你一定要记起来，就是 equipment 设备，多媒体设备就像老师刚刚说的东西，电视、电脑、PowerPoint 动画、游戏、手机，这些都可以用来做多媒体教学或开会好，那的确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学校他们的多媒体设备都非常的齐全所以上课的时候学生可以用比较活泼的方式来学习好的，我们最后呢来学习一些跟多媒体有关的词汇这个城市多方面的进步，可以，没问题有同学问说，老师你刚刚这个多媒体不是多方面的，这个是用老师你刚刚这一题多方面的进步，老师你用的是形容词，那我可不可以用副词？当然可以，因为进步也可以当作动词，所以我可以说这个城市多方面的进步可以，不过我们就不会加后面的句子了，你就可以说这个城市多方面的进步就可以了可以是听得懂的听得懂的，比较口语的一个表达好，有人问老师你有私人课程吗？私教课吗？家教课？现在没有啦现在老师比较忙没有私教课，我现在只有聊天课，没有私教课好，那么这里特别教各位2个最常用的跟多媒体有关的词汇，第一个叫做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特别是老师在教室里面会使用多媒体教学，可能会用 PowerPoint， 可能会用各种动画，可能会用各种很活泼的方式来呈现第二种多媒体第二个词汇叫多媒体设备equipment 这个词一定要会设备 equipment devices 设备好，
我们做题目哦。包老师，好，包是一个中文的姓氏哦，包啊，姓包，有的人姓包哦，包老师，教学活泼，擅长。好，什么叫做擅长 ？Good at，be good at。PowerPoint 的中文在台湾叫投影片，投影片，我不晓得在大陆怎么说哦。PowerPoint， 但是呢，南武我们平常就会说 PowerPoint。或者更简单说 PPT 哦，我们比较不会说投影片了哦。一般我们母语者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个 PowerPoint 做得很好，哎，哦，这个 PPT 做得很好，哎，哦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讲英文哦。对，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翻译成中文，在台湾我们是叫它投影片，投影片。好，擅长就是你对某一件事情很在行。你很就是你很厉害，你很棒，这个技能你很棒啊，好，特别指的是你的技能、你的能力，某方面的能力特别好哦，这个叫擅长。好，包老师教学活泼，擅长多媒体教学，很棒。包老师教学活泼，擅长多媒体教学，很棒。好的，没问题啊，那你们都答对了。什么叫活泼？不呆板。不无聊就是活泼，或者我们常常说这个小孩子很活泼，表示这个小孩子很好动啊，他不喜欢待在一个地方，他喜欢跑来跑去的，或者很爱玩啊，这个也可以说活泼。活泼一般是好的啊，活泼是一个很好的词汇啊。那如果说教学活泼，表示包老师的教学不会无聊，你会感到兴趣啊，你会很有兴趣，你会喜欢，所以我们说教学活泼。活泼通常是一个好的形容词哦。好，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啦，希望你们喜欢。HSK 6级有一点难哦，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听懂今天的课。那么也别忘了，下周我们继续来上课，下周一啊。好，那么大家早点休息啊，晚安，拜拜。